那天，曼迪和他的父母走进了动物园。原本是一次平凡的家庭出游，谁也没有料到，竟然会发生一件改变他们一生的事情。曼迪从小就爱动物，尤其是老虎，他迫不及待地拉着父母的手，一路奔向老虎围栏，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他的小脸上满是期待，嘴里还念念叨叨着自己最喜欢的动物——老虎。老虎。曼迪虽然年纪小，话不多，但他有种特别的执着。他抱着自己最爱的老虎毛绒玩具，一只手紧紧抓着父母的手，完全不愿停下脚步。父母看着他，笑着摇头，知道他今天肯定会像往常一样兴奋不已。围栏里的每只老虎都不会放过。曼迪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，今天一早他便充满了能量，像个小精灵一样跑向他最喜欢的地方。尽管父母试图让他坐在婴儿车里，但他一口拒绝了，坚持要自己走，要求尽快去看老虎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老虎馆，这个动物园的亮点之一。曼迪的眼睛闪闪发光，他看到了老虎们在围栏里悠闲地走动，特别是一只新来的孟加拉虎。它正坐在围栏深处的岩石上。动物园里的老虎馆被一面巨大的玻璃墙隔开，游客可以安全地观赏这些强壮的动物而不受威胁。曼迪兴奋地跑过老虎围栏的一侧，向每只老虎挥手致意。但当他看到那只坐在远处岩石上的孟加拉虎时，他的步伐忽然停了下来。他正坐在岩石上，似乎并不打算移动。然而，令曼迪感到惊奇的是，这只名叫柯西的老虎突然注意到了他。那只老虎名叫柯西，正安静地注视着他。曼迪走得越来越近，心跳也不由得加速。他停在玻璃墙前，和老虎四目相对的瞬间，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老虎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敌意，只有深深的注视。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柯西缓缓地站起身，朝他走了过来，直到他的脸庞紧贴着玻璃墙。这一刻，曼迪和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，这只老虎的眼神中隐藏着什么难以言喻的秘密。周围有很多其他孩子在围栏旁边，他们也试图吸引老虎的注意，但老虎却全神贯注地盯着曼迪。他就站在玻璃前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这可能是他一整天里唯一一次停下脚步，安静地站着，仿佛他与周围的喧嚣隔绝了。几秒钟后，柯西猛地举起前爪，扑向玻璃。周围的孩子们顿时被吓得向后跳，甚至连父母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虽然他们知道玻璃足够厚，不会被打破，可是当老虎用力撞击玻璃时，所有孩子都吓得猛地后退，唯独曼迪站得笔直，一动不动。他没有退后，反而轻轻向前走去，伸出小手，轻轻放在玻璃上，正好触碰到柯西前爪的位置。就在他这么做的瞬间，老虎低下头，向他鞠了一躬。这一刻，安德里亚和康纳几乎屏住了呼吸，仿佛周围的世界都突然安静了下来，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曼迪的小手与老虎的爪子隔着玻璃，形成了奇异的默契。不过不久之后，其他孩子也开始模仿曼迪，试图让老虎做出同样的反应。可无论他们怎么喊，柯西并没有理睬他们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老虎的目光始终紧紧锁定在曼迪身上。当曼迪一转身跑开时，柯西竟然跟着他跑了过去，沿着玻璃不停地移动。这个画面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。一只老虎居然在追随着一个小女孩的脚步，这可不是一个适合让孩子们待的环境。然而，当安德里亚看向柯西时，
他并没有看到一只充满攻击性的猛兽，而是一只看起来满是忧伤的动物。柯西似乎并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他在玻璃前来回奔跑，举起爪子，好像在模仿曼迪做的每一个动作。这个场景简直难以置信。曼迪还太小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特别，可他的父母却清楚地感受到，这只老虎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同。他似乎只关注着自己的女儿。曼迪总是走在前面，老虎也一直跟着他，好像他们在一起玩耍。他的父母尽力让他不要妨碍到其他人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老虎馆的周围变得越来越拥挤。老虎和曼迪的互动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周围的游客都停下来看这一幕。许多人都被这难得一见的场景吸引了过来。尽管如此，安德里亚和康纳却开始感到不安。他们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不太友好的目光，甚至有一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正专注地盯着他们，似乎在观察着什么。终于，工作人员走到他们面前，似乎想要提醒他们，女儿已经和老虎待了足够长的时间。不过，工作人员并没有开口，而是默默离开了，留下了一丝不安的气氛。安德里亚和康纳知道，今天的这段经历可能并不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。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地方等待着他们去探索。这个动物园不仅规模巨大，且设有宽敞的围栏和丰富的保护设施，旨在为动物提供最安全的栖息环境。最让人兴奋的是，动物园也允许公众在安全的环境中与动物互动。这里的教育和保护工作是动物园最重要的部分，特别是给孩子们提供了与动物亲密接触的机会，让他们能够体验与动物之间的特殊时刻。剩下的时间里，曼迪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他喂了鸵鸟，还将一片高大的叶子递给了长颈鹿。他和家人远远地观看了工作人员喂狮子，甚至看见有人在清理鲨鱼池。曼迪很享受这些活动。他从小就爱和动物们打交道，几乎每天都会和他的宠物巴布尔一起做志愿者活动。当有请求需要帮助时，曼迪从不畏惧，相反，他总是充满了勇气。而一些稍大的孩子，虽然知道如何保持距离，却往往对陌生的动物感到害怕。显然，曼迪从小就拥有与生俱来的动物天赋，这无疑让他在动物园里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去动物园，动物们似乎总是主动聚集到他身边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动物围绕在曼迪的身边。这一幕常常让他的父母既惊讶又高兴。每次去朋友家拜访时，他们总是听到别人说，我们的宠物不喜欢孩子，但曼迪总能轻松与他们相处。而在家里，曼迪常常被猫或狗围绕着，尤其是在他午睡的时候，他们会温柔地蜷缩在他身边。虽然父母总是小心翼翼地确保这些动物不会伤害到他，但曼迪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能力，与动物们建立深厚的友谊。当他们去热带海滩度假时，曼迪总是坐在沙滩上，不久就会有小鸟飞到他的肩膀上，甚至有海豚会游到他所在的地方和他互动。对于曼迪来说，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正常，他完全不怕这些动物，反而爱得深沉，仿佛他与它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。在动物园里，曼迪与各种动物互动，甚至和一些较小的动物建立了亲密的联系。他还特意去拜访了新出生的大猩猩宝宝，看到它们可爱的小模样，他的眼里满是喜爱。然而，尽管他很喜欢其他动物，但他始终要求回到老虎园，尤其是柯西身边。他的父母常开玩笑说，叫他老虎的名字可能是个错误，
因为他们经常会听到曼迪提起柯西。曼迪真的非常喜欢这只老虎，几乎整天都在想着它。他们在动物园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，甚至在那里享用了午餐。就在他们决定再次去老虎围栏时，已经比早上安静多了。这个时候，动物园的氛围与上午的热闹截然不同，仿佛一切都为曼迪与柯西的再次相遇而准备。康纳的心里渐渐有些不安，他注意到同一个工作人员整整一天都在跟着他们，始终不离开。他开始觉得那人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怀疑，仿佛在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不当举动，比如偷走一只动物，或试图让曼迪接近围栏，甚至让他伤害到某只动物。尽管曼迪看起来很温顺，他的父母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虽然周围人群熙熙攘攘，康纳却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他选择了保持沉默，并没有说出心里的不安，以免影响到大家的心情。他们重新回到了老虎围栏，这一次周围几乎没有其他游客。最后一对家庭在他们到达不久后便离开了。柯西依旧坐在围栏后方的岩石上，头低垂，面容沮丧。那只庞大的老虎看起来如此无力，这样一只威严的动物竟然显得如此失落，令人感到困惑。然而，曼迪似乎并没有被这种情绪影响，他呼唤着老虎的名字：“柯西，柯西，过来！”他的话语里没有任何犹豫，仿佛与这只老虎早已建立了某种默契。让人奇怪的是，曼迪居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老虎的名字。当柯西听到曼迪的声音时，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，眼睛瞪大，盯着玻璃墙。当他看到曼迪时，竟然开始朝着他奔跑。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到了。这只庞大的老虎竟像要冲破玻璃一样，体型巨大，跑动时的震动让地面似乎都在颤抖。对于任何站在玻璃墙另一边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景象。然而，柯西并没有撞破玻璃，而是在玻璃前猛地停下，低头凝视着曼迪。接着，他又像之前一样，轻轻地将爪子放在玻璃上，向他鞠了一躬。最让人不解的是，柯西一直在对曼迪鞠躬，这一举动让他的父母感到迷惑不已。曼迪完全不受影响，依旧开心地与老虎互动，而他的父母则坐下，静静地观察他和柯西之间那种奇特的互动。可是，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康纳不禁紧张起来。他担心这个人会突然介入，打扰了女儿的快乐，但他并没有恶意。工作人员似乎并不打算阻止他们，反而是想解释一下老虎的行为。工作人员自我介绍为山姆，是动物园的饲养员，负责照顾柯西等老虎。他说，柯西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他的过去充满了悲伤。几个月前，柯西被救了出来，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，不适应与其他老虎相处。在来到动物园之前，柯西并不具备攻击性，也不像其他老虎那样具有威胁性。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的阴影。山姆深知，柯西曾在被救出之前经历了许多不幸，而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带着难以言说的痛苦。随着山姆的话语，曼迪的父母逐渐明白，柯西之所以对曼迪如此亲近，可能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情感。老虎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表达悲伤的方式，而曼迪的温暖与纯真似乎正是他所需要的抚慰。这个秘密终于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述逐渐浮出水面。Koshi 的抑郁症状非常严重，几乎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。
他不愿意和其他动物一起玩耍，甚至连与同类的互动都显得极为冷漠。他总是躺在动物园的角落里，蜷成一团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兴趣。每当其他动物欢快地跳跃、奔跑，柯西只是呆坐在那里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那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他来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东西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，几乎不进食。偶尔吃一些东西也只是为了维持生存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看起来比一只正常的老虎还要瘦弱。他的眼神暗淡无光，身体的骨架在皮肤下隐约可见。这样的情况让每个看见他的人都心生怜悯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早已意识到，让柯西适应这里的生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，甚至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困难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柯西原本应该过上自由、尊严的生活，却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深深困扰着他。柯西被救出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从此能过上幸福的日子，但实际上，他背负着沉重的阴影，依然无法挣脱过去的痛苦。那时，柯西还只是只幼虎，他的命运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警察突袭中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一名男子因参与多项罪行被捕，包括资助偷猎团伙、非法交易珍稀动物等罪行。而他身上被发现的违禁品中，竟然有柯西这只小老虎。这个男人原本计划将柯西当作自己的宠物来养，他将柯西关在一个小小的围栏里，逐渐让它长大。当老虎开始显得越来越强壮时，这个男人的担忧也随之而来。他害怕柯西会伤害到自己或其他人，于是他做了一个极为残忍的决定，将柯西的爪子拔掉。对于一只老虎来说，这无疑是对他尊严和自由的极大侮辱。拔爪的过程不仅极为痛苦，更严重影响了柯西的行为。尽管他依然拥有锋利的牙齿，但失去爪子的柯西让所有人都感到更加恐惧。与此同时，他也被禁锢在了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大部分时间都孤独地度过。虽然他有时会被喂一些食物，但那份食物显然不够。他的身体日渐消瘦。在这一切的黑暗背后，只有一个人对柯西表现出了一点点温暖，那就是管家的女儿。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视柯西为危险的动物，而是默默地照顾他。她为他提供干净的水和一些简单的食物，偶尔还会温柔地靠在他的身边，给他带来一些安慰。他的每一个轻柔的抚摸，都似乎能缓解柯西内心深处那份无法言说的孤独。他知道柯西并不坏，只是需要时间去恢复。然而，即使他如此善待他，柯西的悲伤依旧没有得到解脱。直到警察最终找到了这个小老虎，将他从那个残忍的环境中救了出来。尽管他们邀请女孩去动物园看望柯西，但由于距离遥远，费用高昂，他无法经常去看望他。最终，柯西被送到了动物园接受康复治疗，开始了新生活的第一步。然而，柯西的抑郁症依旧没有得到缓解，他依旧活在过去的阴影中，失去了生活的希望。直到那天，曼迪的出现，才让柯西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看到曼迪，工作人员山姆终于相信，这只老虎有可能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快乐，因为曼迪身上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气质，某种让柯西感到熟悉、温暖的东西。尽管曼迪比柯西年轻很多，但他那份纯真的善良，却像是与柯西心灵相通的纽带。山姆恳求曼迪的父母，是否可以经常带曼迪来动物园看望柯西。他相信，曼迪的出现能够帮助柯西走出内心的阴霾，重新找回他失去的欢乐。
动物园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张通行证，允许曼迪一家在动物园正式开放之前提前进入，这样他和柯西就能在没有游客打扰的情况下尽情互动。虽然隔着玻璃，他们之间无法直接接触，但工作人员确保了曼迪的安全，不会让他处于任何危险之中。他和柯西依然可以通过玻璃互相拥抱、亲近，彼此分享心中的温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曼迪和柯西的关系日益深厚。他常常带着父母去动物园，每次到来都会带给柯西无尽的欢笑和陪伴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对曼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许多人都喜欢这个小女孩，因为她不仅充满了爱心，还能和动物们建立起特殊的联系。随着曼迪逐渐长大，动物园开始允许她做更多的事情，甚至让她喂养一些小动物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柯西的情况在每天的陪伴中不断好转，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明亮，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。曾经那个忧郁的老虎，终于找回了生活的意义。柯西不再是那个抑郁、孤独的老虎了，他终于走出了阴霾，恢复了与其他动物互动的兴趣，甚至开始和它们一起嬉戏玩耍。这一转变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，而对于曼迪来说，这更像是一个奇迹的开始。他曾经见证过柯西的痛苦与孤独，也亲眼看到这只庞大的老虎从绝望中挣脱，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动力。现在，柯西活跃在动物园的各个角落，和其他动物亲近，展现出他那曾经被压抑的活力，仿佛所有的悲伤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了。这一切的变化，仿佛是曼迪陪伴下的奇迹，但它也深深地影响了曼迪的人生轨迹，改变了他未来的道路。曼迪从小就与动物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不仅在家里养过宠物，还曾多次带着父母去动物园。他总是能在与动物们的接触中找到安慰与快乐。他喜欢与动物们互动，无论是小小的兔子，还是雄伟的老虎，每一次的接触都让他心生温暖。而在动物园与柯西以及其他动物的相处，更让他的心灵得到了深刻的触动。每次看到柯西那温柔的眼神，听着他发出轻微的咆哮声，曼迪心中便充满了一种奇妙的连接感。他开始明白，动物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伙伴，还是我们情感的寄托与慰藉。而正是与柯西的这段特殊经历，让曼迪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对动物的热爱，甚至决定将这份热爱转化为职业。他不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动物园游客，而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动物园的兽医，真正站在动物的角度去照顾它们，帮助它们渡过难关，恢复健康。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考取了兽医学位，接受了严格的培训，最终顺利地成为了那家动物园的一员。作为一名兽医，曼迪不仅要负责动物的日常健康检查，还要参与到动物的康复治疗中。尤其是像柯西这样曾经受过伤害的动物，他明白自己不仅是在为动物的身体治疗，更是在为他们的内心疗愈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让每一只曾经受伤的动物都能够重新找回自由与欢乐，像柯西那样，不再被过去的痛苦束缚。这一切，曼迪的转变，甚至他的职业选择，都离不开一只老虎的影响。柯西那温柔的眼神和无言的鞠躬，深深地烙印在曼迪的心里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。每当他回想起柯西从玻璃墙那头冲向他的情景，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。如果你曾经亲眼见证一只巨大的老虎在玻璃墙后猛地向你跑来，那种强烈的震撼和惊恐，
一定会刻骨铭心。但曼迪没有退缩，反而是以一种宽容与理解的心态去接纳这只充满孤独与痛苦的动物。最终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与情感。你真的相信柯西的改变能带给你这么大的力量吗？有一次，动物园的同事问他，眼中充满了疑惑与惊讶。曼迪只是微微一笑，眼神坚定地看向远处的柯西。是的，因为柯西给了我启发，他让我明白，只有真正了解他们，理解他们的痛苦，才能给予他们最需要的帮助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神里透露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与温柔。柯西虽然不再是那个伤心的、孤独的老虎，但他曾经的眼神和行为仍然在曼迪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这个故事如今已经成了动物园中的传奇。如果你曾亲眼见到柯西在玻璃墙前向曼迪鞠躬，那种深深的敬意与依赖绝对会让你动容。柯西不仅仅是一个动物，它更像是曼迪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，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力量。这个故事也成为了无数人谈论动物园时的经典。一只曾经痛苦的老虎，经过一个善良女孩的陪伴，走出了孤独，找回了生命的希望。而那个女孩也因为这只老虎，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全新旅程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